其实呢，楼市一直都有不同的声音，有人希望呢房价未来大涨，有人呢希望未来房价变成白菜价。这是因为呢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看法。有钱人当然希望呢房子越涨越好，这样呢自己的财富就能够增值。没有钱或者买不起房的呢，当然需要一套房子，所以他期待房价变成白菜价。这么多年，伴随着房价的上涨，一直有人呢在看衰房地产，一直有人认为呢未来房地产会崩盘。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呢，日本就出现了房产大崩盘，可以说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致命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下，如果房价一旦出现了大崩盘，一旦楼市出现了大崩盘，在它崩盘之前到底会出现哪些情况呢？以此呢，我们来分析我们中国的房地产会不会出现大崩盘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首先，如果房价要出现崩盘的话，那么1、2线城市的房价绝对会出现大跌。按照正常的逻辑呢，1、2线城市的房价不会出现下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1、2线城市的土地供应是有限的，而现在的一个人口流动呢，还是向1、2线城市流动。也就是说呢，1、2线城市的住房需求一直都非常旺盛，所以你看1、2线城市地段好的这个房价是非常贵的，普通人根本买不起。地段好的房子呢，基本上成了有钱人之间的交易游戏。好，那我们说，如果1、2线城市出现了大跌，甚至呢跌到了3、4线城市房价的水平，那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不是人人抢房，而是呢人人在敬而远之，人人都在观望。那说明这个城市的整体房地产已经崩塌了。那么这个影响呢，就是从1、2线城市慢慢扩散到其他的1、2线城市，再到全国的3、4线城市，进而呢引发全国的房地产崩盘。那楼市崩盘之前的第二个信号呢，就是土地可以自由的买卖了。那我们分析呢，我们现在的一个土地现状啊，就是说开发商拿地要交税，那么这个地价是多少？是采用的竞拍制，也就是说呢，是我们的地方政府说了算，我们个人是没有权利去规定土地的价格，而土地的价格呢，又决定了最终房价的走向。所以呢，以此呢维持这个房地产的稳定。好了，如果房产要崩盘，现在呢就是全面解开限制，这个土地呢可以自由买卖，而且土地的性质呢可以随便更改，我工业性质的就改成住宅的，我住宅的改成商业的，而且呢我们可以自己拥有自己的土地，或者说呢会成为永久的。那么之前呢我们说农村的宅基地为什么不能交易，就是因为呢它属于村组织或者是村集体啊，这个农村的土地呢拥有宅基地只能自己建房子，但是呢我们把农村的房产交易和城市当中的房产交易完全隔开来了。那么如果房产要崩盘，现在土地市场解除了，那么也就意味着农村的土地也可以实现自由的买卖，耕地可以被交易，林地可以被交易，宅基地可以被交易，那整个房地产市场全部乱套。房地产大崩盘的第三个信号呢，就是金融系统崩塌。我们说呢，房地产牵扯到很多行业，一是呢，它影响了80%的其他行业，影响着民生啊。正是因为呢，这个房地产的长期发展，影响着呢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啊，形成一种长期的稳定。而且呢，我们买房子要用到这个贷款，在过去20年呢，居民的这个负债率是节节攀升，但最主要的来源呢，还是因为我们买房子的这个房贷负债。好了，现在如果房产要崩盘了，我们可以预见的就是呢，大家大概率不会还剩下的贷款了，而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法拍房越来越多，烂尾楼越来越多啊，只有现有的房子可以去住，而且呢，在整个交易的过程当中，你的房子再降价也没有人买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整个房地产烂套了啊，金融风险呢进一步的加剧，到那个时候，你在银行存的钱可能就是一张废纸，而且呢，房地产崩盘引发的后果呢，就是土地的争夺、房屋的争夺，以及呢会影响后续的大部分的混乱啊。即使以后房地产能够好起来，那么在这个房产崩盘
遗留下来的土地争端房子争端，还有呢整个银行欠钱的这些争端呢，是一直无法得到解决的。那么还有第4个信号呢，就是国家这个经济的转型。我们知道呢，过去20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离不开房地产的发展的。那么如果现在国家说我不发展房地产了，我直接把这个房地产给抛弃了，转而呢去发展其他的领域，但我们说呢，现在房地产影响了80%的其他行业，目前呢还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行业可以替代房地产。但如果重心转移了，房地产就直接崩盘了。房地产崩盘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呢？首先呢，千万富翁呢是直接一夜破产，还有呢拥有多套房的家庭呢直接等于归零，大部分的老百姓呢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，还有呢很多正在生产的企业马上呢就面临着破产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整个社会秩序、社会经济活动都遭到了破坏，甚至是倒退。我刚才说的这4个理由，基本上在我们中国是不成立的。为什么不成立？就是因为很多人期待它发生房产大崩盘，但是呢，他不知道房产大崩盘的严重后果，而且他也没有意识到，房产一旦崩盘，影响的不是某一个行业，而是我们国家整体的民生、整体的经济，关乎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。可以这么说，房产大崩盘以后呢，你可以看到拥有多套房的家庭，或者说千万富翁，他们一夜之间变成了穷人，那就更不用说没钱买房子的人了。所以说，房产大崩盘在中国只存在于某些龌龊的人的思想当中，绝对不可能在现实当中发生。因为我们要知道一点，房地产是我们的命脉。为什么提出房住不炒，要坚持长期健康的发展房地产，而不是直接一下子去抛弃？这其中的道理，希望呢大家能够明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